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逛逛逛京东超市，春节不打烊。道道全傲娇的香菜，下节更精彩。道道全傲娇的香菜，现在继续。傲娇的香菜独家冠名道道全，油酸高达75%，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逛逛逛京东超市，春节不打烊。餐饮业向来都被称作日不落产业，不过日头一直挂在天上，人们也容易审美疲劳。就像香菜，在8大菜系中已经拥有全国最多的门店，但在人们心中，这么大的舞台上，只有辣椒炒肉和剁椒鱼头常年翩翩起舞，其他香菜大多成了离开菜单就想不起名字的群演。香菜迈向蓬勃，它似乎需要一些新的内容。香菜的杀手锏是口味，可是，一道菜如果口味太重，它就容易显得不酷，没有高级感。2017年，石定贵踏入香港，挑战这座香菜还涉足未深的城市，要口味还是高级感，他会怎么选呢？这2个菜对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一个就是这个茄子煲，就是讲我们做了以后，后来加了肉末，包了一点芡。那辣椒的话，我们就不行，没有去淡，是去的江浙辣椒米了。制作的那个工艺上和那个原材料上面，我们就是进行丰富了。以前没有哪个是这样做的，看这个煲都不会洗了。还有一个豆豉辣椒炒花蛤，和粤菜常用的干豆豉不同，湘潭的豆豉辣椒需要经过焖蒸、油浸。放在爆炒菜里，咸香微辣，豉香诱人。豆豉特有的醇香鲜香，来自于曲梅将黑豆中的蛋白质分解成的氨基酸和糖类，在平淡的花甲中加入浓烈的注脚。它就是有一个湖南地方特色的这个菜品，这个味道啊，很容易被食客从敏锐的不知道。湘潭豆豉皮皱，肉干又黑又小，看起来毫不起眼，却是这道豆豉辣椒炒花蛤的灵魂。甜淡温厚的茄子到了香厨手上，彻底完成了一轮风味进化。油脂和辣椒加持，口味变得香辣，极具杀伤力，终于在香港人的味蕾中打开了一扇香菜的小门。像是一个拓荒者，在香港这个香菜荒漠里，石定贵用3年的时间，让他的努力有了结果。他服务的餐厅凭着口味赢得了米其林推荐，并成功把分店开进了香港的商场。它那个餐饮的那个体系与内地的那个市场还是有一点区别，内地的那个市场还是更大。尤其在北京这一块的话，因为我在北京工作15年，我就知道北京一些湘菜的话，就是讲还有一些能够有更大的那个提升空间。
宴社位于北京前门，人潮汹涌，寸土寸金之地。就是这里的主人黄月红把石定贵请到了北京。这个野心已经相当明显了，捞食客一般勺子可不行，得用米其林推荐餐厅主厨的勺子。现在80后、90后是我们的消费主力军嘛，这波人群的话，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啊，包括一些国际化的一些东西啊，他是比较接受的。每个季度，厨房都有研发新菜的任务。今天是石定贵加入宴社后组织的第一次试菜大会。一个臭鳜鱼有2种做法，有一个这个黄焖的，有一个香辣的。年轻的可能喜欢那个刺激的。今后这个鸡我还是不建议出。黄月红对今天的出品没有多做评价，让他不满意的是菜品缺乏设计和创新。这个他们应该还淋点汁，呈现出来不好。玩概念和包装是石定贵不擅长的，这让他感到犯难。在长沙本地菜场，湘菜已经不需要介绍自己。现在行业里的几家领头羊都在想着如何走出新的道路。9年前，上海名厨邵庆红辞去收入丰厚的本职，加入长沙一家餐饮集团，掌舵厨房研发和出品。看上去是很平白无奇的一个冰淇淋。甜辣咸香似乎都不足以准确形容这道擂茶辣椒冰淇淋的独特滋味。姜的辛，炒米的香，唤醒了藏在冰淇淋中擂茶风味。冰爽过后，少量的辣椒素才微微刺激味蕾，真切感受到一丝辣。据说当年聘请邵庆红的年薪着实不低。现在时间过去了9年，邵庆红已经带着湘菜在国际舞台上打出过不少响亮名号。邵庆红参加过2次新加坡的顶级行业交流，第一次代表上海，他呈现了一桌新上海菜；第2次，他代表湖南，用冰淇淋把湖南辣椒的味道带向了国际。湘菜啊，在全国来说，它的味型还是比较丰富。包括我们收的一些农家的一些盐菜，但我们自己可以定制的话，农家盐菜我们就把老根去掉很多啊，我们只要它的嫩尖，平时做汤啊做什么也是这个菜的一个灵魂。还有我们现在自己也是自制的这个剁椒，既有它原本发酵的一个香味，我们加入新鲜辣椒以后，又有新鲜辣椒的一个香味。包括湖南人煮鱼啊、煮海鲜都离不开的一个紫苏，跟别的地方紫苏是不一样，它的香味啊。包括它的这个1年4季的上市的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久的，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嘛。但是我也不能说现在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不停的是去学习，不停的再去挖掘很多食材。今天我们2种试菜的方式，一种是试这个服务流程。一个是改良的这些菜的一个味型。新湘菜我们可以解释它是地域性美食，味道是湘菜的味道，但是我们会经过一些改良。这肉炒太干了，不好意思，忘记。以前在上海接触的只是剁椒鱼头，可能只是辣椒炒肉，但你真正到了湖南以后，你接触的远远不止这些，就一下子又大开眼界。
肯定有泡菜的东西、辣子皮、干菜的东西，有盐菜的东西，就这些东西还是刚开始觉得很新鲜。这汤味还是蛮好的，酸辣，比较开胃，就是而且我觉得加了蟹、加了虾，或者我们加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或者棒仔，甚至拿这个汤做龙虾、做东星斑的过桥都可以，对吧？你看你的卖价定在哪里，都可以去结合。那是什么？虾仁是干嘛的？虾肠。这么早就全做好了？那虾为什么做这么早呢？对呀，那时间长了你就不嫩了，不能搞太多。好，尽量还是要把它保持新鲜就好一些了。我们入行的时候是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要学，师傅不肯教，可能师傅不喜欢你，他不教你东西，不是对你绝对认可的话，他是不会教你技术的。有的时候可能上炉灶炒个炒饭都可以开心一个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是不能摸锅的。在努力的学徒时期，邵庆红不放过任何机会。为了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大赛，他每天4点起床，赶到上海的农贸市场，给摊主免费杀鸡。邵庆红至今也会回味那些不知疲倦的日子。我觉得对技术方面绝对是好的，因为让你循序渐进，它不能让你去跳跃，可能跳跃可能是天才才能跳跃，但大部分的人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踏实的会比较好。旗下掌管着6个品牌和全国100多家门店。邵庆红的工作需要各个环节的高效配合。这定掉了吗？现在来了15个，卖完明天进新鲜的。无论是创新、品控，还是寻找新的食材，都依循一种精细化的分工和由一个人把握在手的节奏。这是大型舰队在前进时保持队形和步调的唯一方法。时间过去了1个月，石定贵为餐厅推出了新菜，但点单率并不理想。这是因为是换了厨房人员，所以说我们就是趁这个人员更换的话，菜单去做了一个简易的一些调整。大部分是保留了以前的菜品，销得好的还是以前的。鲍鱼昨天都报损了20只是的，反正相对销量不是很好。就是高端，我的认为就是想要偏向于这些消费群体，我偏向于40岁以上。我们这种品牌形象就不适应那种年龄偏大的，不喜欢。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设计风格也好，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波人。我们做的那个玉果鲜鲍的话，实际上在酒店买的很好，就是适合于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宴请、商务接待，也就是我们湘菜的一个高标的象征的这一个菜品，所以在这个地方不适合。曾经在香港菜单上的王牌菜玉瓜鲜鲍和豆豉红烧肉，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不吃香。互联网行业里的爆款法则在餐饮界同样存在，人人渴望爆款，但成功却充满偶然。在长沙，有人在对湘菜做新的尝试。湘菜这个行业呢，就是数量来讲不断的在增长。我们去很多的城市，很小的城市都有湘菜，但是呢，高端的很少。湘菜来讲呢，就是说前景很大，但是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弱。我觉得未来可期。
贺俊贤出生在湖南益阳。我的从族起源点是在广州，最早是学粤菜、潮州菜，日料做的时间做了好几年，然后就做不过界。回来以后就创了遵义大厨。我应该来讲了解的更多一些，然后呢，我走过的地方多一些啊，可能我去过的国家比较多，吃过的米其林比较多，到每个地方我都会去品鉴当地最好的美食，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全能型的厨师。他的职业高光一直伴随着西方精致餐饮在中国的落地开花，但现在过了年少气盛的年纪，贺俊贤也开始挑起了发扬本土的使命。今天中午我们的午宴总共有6个开胃头盘，然后1个汤品，家福神仙汤，然后10个主菜，1个点心，1个甜品。鹅肝外面是酒，看上去像我们湖南的这个猫鱼嘛。其实鹅肝呢，我们做的其实它是一道象形的菜，它的味道里面就加入了这个腐乳，它是用零下180度的这个液氮让这个鹅肝酱冷却到最低，用红酒做的外面的那一层就是果胶，才挂得住。常温的这种鹅肝酱你一丢进去它就化掉了。这个鱼很有特色了，这什么鱼啊？哎，这是木老了。我们用的这个木姥姥这个鱼，其实是我另外的一个烹饪理念，就是叫做肉要去骨，鱼要去刺，做成鱼排的方式，同时用了这种干煎的方式，其实它是非常入味的。配上这个季节的真菌，我们把防宫胶加鱼汤做成了这个泡沫，比较现代的这些分子料理的一些手法。左宗棠鸡呢，其实这个菜品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外面比较吃香一些，特别是在北美。配上酸辣的味型，然后呢，用分子类的手法做了蛋壳和鸡蛋，用水果做的和白巧克力，吃鸡肉的时候有清口的这个作用。这几年一直都是致力于把这个我们说叫做湘菜西盘，西菜香味，把这个湘菜呢做得更国际化一些。他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主厨到某一个品牌、某个餐厅去吃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我们做技术的来讲。湘菜一身火辣，快意恩仇；精致餐饮一脸淡然，含蓄内敛。想要让这2家互相融入，贺俊贤清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菜讲气质，大菜要讲气势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去开过，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湘菜吧。油的沸点高，菜能更快热，锁住营养与口感，还能提供人体必需的油酸。道全高油酸菜籽油，烟点高，油酸高，营养更均衡。还是这趟列车从北京回到湖南，这是石定贵的缓兵之计。来喽！北京客场作战有些失利，他要回老家湖南湘潭找答案。他们在这里晒太阳了。毕竟这里是主场，气势管够，适合重整旗鼓。我一直是想找这个酱油里面的那个酱香的那个原味，我终于现在找着了。它这个咸豆里面还有一个甜豆，还有一个鲜豆。80年代以前，中国厨师做菜只有油、盐、酱、味4种调料，其中酱油是湘菜中的常驻主角。90年代，食品科学大爆发，酱油有了各种分身，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有的是在描述工艺，有的是在描述使用场景。这些名称都是花式包装的营销产物。只有用大豆半曲经过长时间日晒、贮存和酿造的深棕色液体，才是酱油本酱。酱油独有的鲜香和沉郁的光泽，凝聚了阳光，沉淀了岁月，是香菜增色增香的灵魂。石定贵的理想调味是只用油、盐、酱、醋4种调味品来激发食材的本味。现在我们就去华石镇了，最古老的豆腐制法。好，现在就开始制作了。这个豆腐的话，就是跟外面的其他地方的豆腐就不一样的点，它就是一个很原始，太原始了。但是它的这个豆腐来讲，就是味道好。每天它也限量做的这些，把18斤豆子买完了就没有了。香，我来尝尝啊，有点嚼头。这个原材料的话是越地道的东西，它的品质越好。通过原始的制作方法和现代的那个器皿搭配，能够提升它。发掘了理想的本味食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恰当的烹调，给他们一个有新意的包装。这都是石定贵将要面对的课题。跟石定贵这种单打独斗匠人式的钻研相比，邵庆红的路数是高举高打、规模作战、团体协作。今天开始，我们就成立了艾克菲的湖南分会，让湖南更多有上进心、追求这种极致的这些厨师，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学习和大家去交流的一个平台。邵庆红作为会长，带队出席授勋仪式。新湘菜我们觉得是用最优质的原材料，继承湘菜传统的烹饪技法和调味方式，在口味和养生上去给它这个时代的一个诠释。用最好的食材诠释湘菜的味型，邵庆红有了阶段性成果。青椒紫苏帝王蟹，可以吃到很浓郁的紫苏，但是它看不到紫苏的样子，因为我们把紫苏煮的时候把它选掉了。里面有这个湖南的水晶粉，有湖南的手工豆腐，有衡阳的油豆腐，加上我们的主料这个帝王蟹，就是海鲜相做的一个特色。尝尝帝王蟹，平时只是做没尝啊。今天自己尝一尝这个帝王蟹到底是什么味道。刚刚盒饭不吃就是为了吃帝王蟹吧？每天反正就是门店、巡店、试菜、研发、培训、服务，拿了那么多的奖项。上了那么多的杂志封面，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过去的事情。真正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就是面对我们怎么样去把创新湘菜、新湘菜带到更高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样的荣誉对我们来说，是在未来我们要去努力去得到认可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捍卫这些荣誉。我们不去完善、不去优化自己的话，就是会被淘汰。那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要用捍卫这样的词
这个是我的一个决心。争取时刻比恋爱更加曲折，恋爱可以直接走心，而时刻必须先走位，而后才可能抵达内心。石定贵曾经走进很多人的心里，但是面对北京宴社的客人，他连位都没找到。回到老家，倒是有一件让他安心的事情要做。快过春节了，每年到正月初3嘛，都是在我家聚会的。聚会的话，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个交流。聚会的那一天的话，整个的这些产品都是我一个人去操作，不会要他们去动手。哎呦，5、6组的那个排面嘛，自己去弄的话，我就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去提出一些问题的话，我能够回答出来。今年，他们计划将传统酒席菜8大碗推向食客餐桌，不用特殊调味料，食材也全是农家待客标配。鸡鸭鱼肉这种普通食材，在饭桌肩负重任。石定贵也想借着他们重回香港。本味之路，他决定一走到底。尤其像我现在做那个8段年花的话，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去改变。你现在这个复合味的话，你吃多了、吃长了、吃久了的话，你偶尔去吃一顿那个原汁原味的话，真还能够留住食客的味蕾，它有一点那个记忆。我们相信，好的烹饪具有普遍性。它用口味攻占味蕾，把情感从故乡带往他乡。湘菜的历史并不短暂，但也不得不说，它正在路上。在丰富它、强化它、扩张它的过程中，既有石定贵这样的独行侠，也有邵庆红这样的集团军。在个人匠心与现代运作的双重作用下，湘菜的未来面貌令人充满想象空间。油酸高达75%，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提醒您下期看点。全辣宴，14道菜，道道都有辣，道道辣不同。